所以自住你想上车你就上车吧，不用在那边算时机有的没的啦，你把时间的周期，你那样就是用股票的周期来看房子，那个就会出问题的。你用房地产的周期来看房地产，那这个5年10年这个叫很正常很正常。你回过头来看 OK 啦，就像房子未来会跌，因为房子太贵了，这句话永远有人讲。我们现在是2024年嘛，对不对？2024年来2014年的时候，有没有人讲这种话？有啊，一定有啊，对啊。那2014年有没有人没买房子？有没有人有买房子？有啊，两拨人啊，对不对？但是你站在过了10年周期的2024往回看，你觉得说2014的价格好香，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在台湾的周期里就要一直发生。对啊，那先上车再说，上车的那个胜率明显是大的，我们就不要剑走偏锋去跟人家玩那个极限操作。现在是买自住的好时机吗？看完你就不会再犹豫。先说结论自住买房的最佳时机就是昨天了，然后再来是今天了因为自住买房的人持有的时间通常都会超过5年，而根据财经 M 平方的分析，每一次的房价上升周期都会超过5年并且各周期的相差时间会在5年以内，也就是它涨5年停一下又涨5年那目前台湾的表现是这样，所以你只要抱得够久，你就会遇到大涨的周期。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现在买房能杀价了吗？如果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自住买房的最佳时机这是我们来聊一个迷思就是到现在还是会有人来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买自住的房子。现在房市大涨，会不会给他买在高点现在房市低迷，会不会以后卖不掉现在预售好贵，可以买吗？那不管房市怎么样，都还是会有人担心担心说什么自己买了以后怎样又怎样。那一样先说结论，自住买房都没有差你可以上车你就上车了那我当然知道这个可能是你这辈子里面做过的最大笔的交易那你会担心很多事情，这很正常也怕做错决定说要找我背书这很正常我都知道，我以前很菜的时候，我也是都要找那个前辈背书但我还是要跟你讲，现在自住买房越早越好，因为现行的机制下，你买的房子你至少会住个5年嘛。那因为房地合一 2.0 所以你是很有机会会再遇到一波大涨周期的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自住买房越早越好我们口说无凭来我们看图，这张图是财经 M 平方做的，我们借用人家的图还是要讲一下来我先念一下标题，台湾房市的长线上升周期受生产力和原物料周期推动。然后那个绿色的线是台北新建住宅平均价格年增率，你看我画红框处的部分就好为了照顾 Podcast 的听众，我也念一下来，1972到1980年10大建设上升周期8年，1985到1993竹科成立上升周期10年，2003到2014中国加入 WTO 上升周期11年，2018到2022中美贸易战横跨疫情上升周期6年这张表只有记录到2022那我就问你，哪一个上升周期目前看起来没有超过5年以上然后各段上升周期之间相隔的时间超过5年的就是那边 CD 比较久的就那个亚洲金融风暴这是世界级的灾难你基本上当天灾就行了那你看刚刚的上升周期里头，多少遇到这真的是天灾台风、地震等等有的没的，对啊所以这个时候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好的不要说房市，股市也一样，股市更惨那最后你要知道为什么长报才是王道。你看了刚才那张图之后，你应该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你爸妈买房都会赚钱，因为他都不卖他持有超久的他把你养大来，我们再看一次这个图不一样你这次就先看那个紫色的框框，这个是房价下跌的趴数，然后橘色的框框是房价上涨的趴数，请问两者相加是涨还是跌这个问题不用你自己算你就问你那个在上国小的侄子他都跟你说橘色的框好像比较多，对这就证明什么？证明只要你抱的时间够长，你就一定会遇到大涨周期，你要输是真的比较困难。所以回到我们前面的问题，自住买房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最佳时机是昨天然后越早越好。
你今天是自住，动辄就是5年、10年的哦，你遇到下一次大涨周期的几率真的很大。所以你现在买贵又怎样哦？你等遇到下一波大涨周期，你回头过来看，你只会说：哎呀，这个10年前的价格好便宜，怎么没有多买几件？不然你现在随便问一个大你20岁的，哦，那你看他们是不是都在那边悔恨当年没有多买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自住买房的最佳时机。那我的看法是，自住的最佳时机能上车就要上车了哦，就是现在，就是越早越好。你不用管房市现在在冷还是热，因为你自住嘛。你一报就是10年以上，我跟你讲，你们太多人就是把房子当股票哦，这是买这只会赚，然后赚了以后我把它卖掉什么的。可是你今天对应到房子哦，买这一间会赚哦，那等它涨了我要把它卖掉。可是你住里面呢，你要怎么卖？那个房子不是股票，它操作周期本来就很长，然后在台湾股票因为比较夯，所以大家都很容易会拿做股票的思考来做房子，那就很容易翻车。翻车的意思是。你也常听长辈讲过，我卖掉之后它就开始涨，对不对？那你就常报嘛，就给它报下去嘛。然后买都尽量买，卖都很谨慎，尽量不卖啊。这样你就算身上没钱，你也累积到一堆资产哦，资产啊，有资产总是比没资产的人还要 OK 嘛，晚年更有保障。所以越早买越有利哦，这件事情是这样。我说能上车赶快上车的精神是这里，不是说什么我就是个死看多的哦，然后怎样。没什么意义啊！就你是自住啊，你还不买啊？你要等什么？哦，现在房租都在大涨，你不觉得吗？哦，那你要等什么？哦，好，来那个我也跟你分享了财经 M 平方做的图，他分析了台北历年新建案房价年增率跟原物料周期的关系，直接说结论哦，每一个上升周期都超过5年，然后每一个周期之间相差时间也都在5年以内，就是放个大招就5年。然后 CD 都在5年以内就可以一直放哦，这也就证明哦，你持有一间房子5年以上，你遇到大涨周期的几率真的很高啊！而且长期来看，上涨的总趴数完全远胜下跌的总趴数哦，这也是为什么你爸妈买房子会涨的原因，因为他们真的就不是说要想投资房地产，还是买了就抱着，然后把你养大。你住在里面不好搬家，所以就不卖了，就这样。我都会先讲不然怕忘记。那个，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做的玩具买房阿元高雄地图。这个是我做好玩的啦。你也知道我现在都住高雄嘛，没事我都跑来跑去吃喝喝这样。索性我就把这些 YouTube 有推荐好吃的跟好玩的都在地图上标一标。真的我平常没事我也是看一下人家拍高雄美食在讲哪些店，我就去吃这样。然后顺便把我做的重大建设功课我也给它写上去。如果你放假要来高雄玩，或是来高雄看房子都可以来看这张地图，那就可以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或是有哪些重大建设。你如果想要看这张地图的话，你就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或是点开资讯栏的连结就会看到了。你也可以在 LINE 传给别人那记得要用浏览器打开不要导引到它的 Google Map 上。Google Map 这个 App 打开后有问题，就用浏览器看就好了。那顺便再推荐一下高雄自产的房仲店，我自己是都找高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的房子都是他们帮我处理的超过10年了。除了一般的买跟卖以外还有其他有的没的帮忙整理装潢拉租金或是出租找租客代租代管他们都能帮忙真的我们合作很久了我跟他说好一个行情价基本上都是可以卖到这个行情价格稍微往上一点点，速度蛮快的。没事他也不会一直来就打扰我们这样。我是真的很信任他们我现在的买卖持续都还是跟他们做所以你有房子，高雄房子你要买或者你要卖你要装潢什么的，那你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说你是阿元的观众那助理他们就会好好的去服务你。我自己也有加他们平常也会 po 房子嘛，我跟你都是看一样的房子真心推荐。现在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 记得说是阿元观众那我也知道台北人虽然很多都跑来高雄买房子，可是台北人其实更钟情于自产台北。一堆人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台北房仲，这是只能抬出我的前辈了来这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台北市、新北市他们都有服务新北很远远到淡水他们都有服务的，买或卖都 OK。
这位前辈也是很厉害哦，只要是台北相关，我有不懂的重大建设哦或工程进度，我也是都问他。他在地产圈也是很有名哦，主要服务高资产族群。但先说前提哦，你要自产台北市，你实力就要够，这个是全台湾最顶级的巅峰战场哦，自备要大概500以上吧，这就是常态。好啦，台北跟高雄，我最推荐的房仲我都跟你讲了哦。那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哦，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他们 PO 的自产物件。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有钱。好，来讲八卦哦，还是一样，自住要买房子，我一律建议能上车就要上车，你管它市场热不热啊？市场很热，价格很高啊，你就可以突然没有居住的需求嘛。台湾人最常被逼着要买房子的时机就是结婚哦。买房这件事情可以等，女人的青春不能等哦。你总不能说啊，房价好高，那我们晚10年再结婚。我跟你讲到时候房价腰斩，这个婚结起来真他妈是划算。这投资是一回事，爱情跟婚姻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啊。自住该买就买有钱你就直接去看新成屋、中古屋因为你要一次头期款加整理弄好可以马上住进去大概半年之内就很好住了但是它一次会去掉大量的现金那你钱不够，你就跟另一半讨论好，就赶快去看日后负担得起的预售，你就慢慢给他熬等于是分期付款就这样。自住我一律建议能上车就要上车了，你在那边干等，好，这是一种策略没有错但这不是一个最好的策略。最好的策略有分版本男生版本跟女生版本我讲这个要被骂不过我就分享我的看法，管他的好，来，女生最佳策略是什么？女生就是嫁给有房子的男生不就这样吗？嫁给有房子的男生你跟他交往那么久，他家里有钱没钱，他这个人上进不上进，你看不出来吗？你也可以说什么结婚同安，但是我们现在先抛开道德的眼镜就是我们就很理性的来做判断女生最佳解就是应该要找一个有房子的男生来结婚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女生免费取得可以住的房子的合法途径合法途径，对，它合法，对吧？我们理性的讨论嘛那男生版本理性上抛开道德约束最佳的策略就是能上车就上车不是什么找个富婆之类的那男生最佳解就是你能上车你就上车花多少时间取得房子，花多少钱去取得房子，就各凭本事，让这个未来你自己是处于一个有房子的男人然后你们这样结婚起来，真的我说压力会小很多。你那个都要结婚以后，然后一起同甘共苦来编织自己的未来然后来那边开垦自己的梦想的田地这没有不行，对，辛苦辛苦。那如果情投意合，刚好对方男生有房子，这不是很好的解法嘛？我们不能忽略，我们不能因为什么爱情的高贵高洁，然后我们就去忽略了，其实可以做另一个选择，就是这个人也不错，然后家里也很有钱，然后对他也很好。那本来追求者那么多，稍微一打听一下就知道，那你就知道要跟谁去交往了嘛那你也可以为了爱情为了爱情这条路，然后你就跟另一半好好的走下去，这没有不行这就是你个人的选择，只是理性上你明明可以去做另一种选择这个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我说女生版本就是找一个有房子的男人结婚那男生版本就是你不管有没有另一半，你赶快把房子准备起来，到时候结婚也比较有优势就是这样，至少你婚后那个房子都有了，你不会很累嘛，我要拼一个头期款或是什么，这个是目前的最佳解当然啦，在台湾如果你遇到另一半是愿意跟你一起租屋一起漂泊，他也觉得完全没差，还生小孩那你就要好好珍惜好好珍惜，这种另一半真的是太稀有太稀有了，真的是稀有所以爱情的面貌千千百百种我们都说不准的。但如果啦今天我有女儿的话，听她交往男朋友，这个我们做父母的我一定去帮她调一调，然后看一看，然后发现这个经济实力上可能会有问题那就要好好讲好，那在经济实力上没有什么问题那就很 OK 那就是如意郎君情投意合，就这样女生还是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女生就所谓职场天花板，她赚钱比较慢，就这样。所以在婚姻上的选择本来就是上升阶梯一个很重要的一条路，这个我以后会
会再讲清楚。在台湾的阶级流动，婚姻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情况，非常重要的元素啊。婚姻在制造出有钱人的速度非常的快，非常非常比那个创业开公司做生意还要快非常的多哦。大概就4个了。好，来第一个继承，第2个婚姻，第3个创业，那第4个乐透，真的你不要小看乐透制造富翁的速度。总之就是，你看他大乐透一个游戏，1周起码可以制造出1个富翁，然后威力彩1个月起码可以制造出1个，你就看哪期有中没中啊，就这样。他们制造富翁的速度超快的呢，比那个开公司创业的还要快非常的多。但是乐透这种东西不可依赖，所以你要么继承，你要么就剩下什么婚姻啊，不然去创业对，所以我们本来就要理性的去看待婚姻这件事情这是阶级往上攀升的一个重要途径。女生往上攀升 ，OK 好，男生当然也可以往上攀升啊，比较少了我除了那个富婆以外，我也没想什么，你娶一个富家千金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好，那就跟你分享能上车就上车了不然你要等什么？自住买房的最佳时机，你先把它买起来再说啦。你自住你会放那么久，你这个题目你应该会修正成如果我要投资自产的话，现在是最佳时机吗 ？OK 好，那这才有所谓的时机的计较。你现在是自住你要解决你婚姻的需求，然后居住的需求你还等什么？等社会住宅抽到你这不用等啊，能上车你就上车，就会比较安稳，你的人生都会稳定很多。然后跟不管你在任何市场啊，恋爱市场婚姻市场或什么，你都是比较有优势的那一方也比较不会遇到一些什么奇形怪状的问题。你要缴贷款，它消耗掉你平常的花用没有错，消耗就消耗啊，对啊，因为你有房子啊然后房子再搭上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你自住就不会卖，你就会熬很久熬很久你会遇到大涨，那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你要讲出不好的力道都很浅啊，对，那我们也不是什么一直都在看多我们就是自住有需求我们就买买了就涨涨了之后尝到甜头，那我们继续做就这样而已啊。这你爸妈不是这样吗？所以自住你想上车你就上车吧不用在那边算时机有的没的啦你把时间的周期，你那样就是用股票的周期来看房子那个就会出问题的。你用房地产的周期来看房地产，那这个5年10年这个叫很正常很正常。你回过头来看 OK 啦，就像房子未来会跌，因为房子太贵了，这句话永远有人讲。我们现在是2024年嘛，对不对2024年来2014年的时候有没有人讲这种话？有啊，一定有啊，对啊。那2014年有没有人没买房子？有没有人有买房子？有啊，两拨人啊，对不对？但是你站在过了10年周期的2024往回看，你觉得说2014的价格好香，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在台湾的周期里就要一直发生。对啊，那先上车再说，上车的那个胜率明显是大的，我们就不要剑走偏锋去跟人家玩那个极限操作。你这要玩，你等到你第2间第3间的自产把你人生的基地都准备好了以后，你要去极限操作，你再去操作自住真的是想上车就上车了，还明明能上车还故意不去上车，这件事情我看起来真的蛮奇怪的事好，跟你分享。